敦煌壁画中有3处诡异，每一处都震惊了考古学界。第一个呢，在人类文明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神秘的图案：3只兔子共用3个耳朵，它们首尾相接，仿佛在无尽的时空中追逐旋转。这个图案它出现于13世纪埃及骨陶碎片和伊朗的托盘上，出现于14世纪的欧洲中世纪的教堂中，也出现于18世纪犹太的棺木上。它横跨3大洲，贯穿几百年。可就在10多年前，3个英国人追逐这一图案，一路东行，最终在甘肃的敦煌找到了世界现存年代最早的3图公文，也就是这幅敦煌莫高窟407窟窟顶的藻井图案。第二个三界九地图，什么叫三界九地呢？这也属于宗教术语。三界指的是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，九地介绍起来非常的复杂，为9种生存的处所，分别为五趣杂居地、离生喜乐地、定生喜乐地等等，一共9种。1990年被人发现，一开始人们觉得它就是一幅描绘了佛教理论的古图，后来被一个美国工程师惊喜地发现，这幅三界九地图和他正在研究电磁炮的设计图非常的相似，当时引起了很多科研团队的高度重视。后来又拿去和曼哈顿粒子加速器的设计图又进行了比对，无论是从结构还是形状也都惊人的相似。第三个呢，这是一幅1953年发现的敦煌壁画，有观音，有和尚，还有一匹骏马和一个猴头猴脑的徒弟。这徒弟的头上还戴着一个金箍。这张图凡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得懂，这就是《西游记》。但是诡异的是呢，这幅壁画根据测定是刻画于唐朝中晚期的玄奘取经图，这可要比明代作家吴承恩写《西游记》还要早上300多年，足以证明吴承恩在写《西游记》时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参照物。而我们根据敦煌壁画进行详细的挖掘，孙悟空也真的是有原型的，并且他还是一个胡人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敦煌的壁画如果不被盗，它可能是探究我们华夏历史上权威性的主题。但是现在大多数都在小英博物馆当中，而不是在我们的本土，就连流失海外的敦煌文本数量都要比我们现在遗留的要多。而根据最新的消息，敦煌壁画很有可能在50年到100年之间就要被大漠的风沙所掩盖，彻底的在历史中消失。所以上面呢才成立敦煌研究院，让这一批人1比1的复刻临摹壁画，让敦煌壁画在消失之前至少被我们记录下来。而就在最近，敦煌研究院在2025年的日历当中就收录了很多不对外开放的洞窟的壁画，因为这一年它刚好是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，所以和往年的日历真的有很大的不同，尤其是在装帧和内容上都做了大幅度的上升。2025年是乙巳蛇年，所以还特意选取了蕴含蛇元素的壁画，比如除夕当天还选择了天龙八部的龙王隐于天记，在春节这天则是用了须弥山蛇神龙神，并且每一幅壁画都是有专家的解读，也让即将迎来的2025年美好伴随着我们一整年，无论是收藏还是送人都非常的适合，既能彰显我们的文化，又能增长知识，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。什么叫做见过世面呢？其实人见过世面呢有4个层次。第一层呢，就知道天有多高，知道这个世界的顶点在哪里，最好吃的食物、最贵的衣服和最富有的人的奢华生活是怎么样的，最远的地方有多美。大部分的人呢，说到这里见过世面就停留在这第一层了，也最简单，只要你抬头往上看就可以了。这个第一层呢，也就是阅世间之繁华。那么第二层呢，就知道坑有多深，知道这个世界最深的坑在哪里，最穷的地方，最黑暗的人心，最贫困的家庭，最阴暗的角落有多么的潮湿。在这里呢，已经有大部分的人已经做不到了，因为黑暗的地方你无法远视，需要身体力行的走下去，去体验，待在别人的环境里去体验他人的苦，直到这个世界的下限不是教科书上所写的，而是人间烟火中那些走投无路的事情，这就是立人世之沧桑。第三层呢，知道我在哪里，天高3万丈，地深3万尺，人生7尺不足，我们就在这天地之间处在何处。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非常的难，因为我们会被自己迷惑，这就是人性。我们有时候会被眼前的成就而膨胀，而忘了自己是站在高处并不会飞翔，有时候也会被身边的困顿打压，盲目的自卑，那些对生活世界最底层视而不见。知道我在哪，其实已经解答了人生3个终极问题之一了。知道我在哪里，意味着知道自己的起点，同时意味着知道自己的边界。人生不会再盲目的去追求虚妄，不去追求最高，也不自暴自弃，知道用什么样的力道生活能得到自己最适合的结果。这样的人呢，已经算是开了天眼了，也就是得了大智慧，这是万里挑一第三层呢，就是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那么我们来看第4层呢，知道世界还有左右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世界上不光有天高地回的上下之分，还有3000大世界的芸芸众生。因为这个世界上呢，不光只有高矮，也不是光有一条线的一维，是无穷大的3维世界。这个世界所有的众生皆不相同，
他们不在我们的上下，而更多呢是在我们的左右。每一个事项啊都有它存在的理由，每一种存在都有它的阴暗和美好，充分包容每个人的不同，充分理解每一种的存在，能够去为他人的欢喜而欢喜，为他人的悲伤而悲伤，不再去追求高矮，而是去追求跃进这繁华的世界，沉浸于人间烟火，普度众生。这一层的人呢，1000年能出一个吧，也就是达到了圣贤的境界吧。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历史书中的加特林，真是加特林呐！我也算是看书无数的人了，但是这本书真是给我征服了。无论从内容、从质量、从画面和讲解，甚至从厚度上看，都堪称是无敌的状态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我的身份证和这个书厚度做一下对比。我们再打开看一下这本书啊，我可以一页一页的翻，内容太广泛了。简单的几页各大洲的介绍之后，开始步入了正题。第一章呢，就从公元前1万年开始。我们看着这个书中的插图，基本任何书都没有这么漂亮的人类的起源、文化的传承，还有1万年前人类在地球上的足迹。这本书介绍的也是非常有证可循的。然后古埃及是怎么回事，说的也非常的详细，比任何书说的都要详细。毕竟这本书的内容啊是很大的。然后我们从欧洲最早的文明是什么，还有太平洋的人口迁移，这还配上非常精致的画面。后面呢是亚述帝国，都带图带字的。最早的地中海商人是怎么回事，后面的以及希腊呀、古印度啊，我就不给大家一页一页翻了。我们再往后看，这本书毕竟是太厚了。介绍完古文明的形成和衰落之后呢，开始介绍宗教了。比如你看这个基督教的早期传播是怎么形成的，我们看这幅图啊，从这么一个小的位置一下子发展到这么传播到这么多个地方，非常清晰易懂。后面跟着伊斯兰教、犹太教还有基督教的详解，然后还有印度教、佛教等等很多很多，还有我们没听过的。这本书看完非常长知识。我们翻到这里啊，还不到书中内容的1/4呢，后面我就不给大家一一讲了，我给大家简单的翻阅一下。如果你是喜欢历史的人，我建议你买一本这本书。我们单从内容上看啊，可以让你增长很多很多知识，非常非常多。多大年龄段呢都适合。初中高中的学生如果把这本书抽时间看完呢，基本上就无敌了。对历史喜欢历史的成年人看了之后呢，也能满足你很多的好奇心，这是这本书内容带来的好处。我们再从质量上看啊，这本书到我手之后，我根本就没有马上看内容，缓了2天才看的。尤其像我这种喜欢书的人呢，真是拿这本书视如珍宝了，看着质量和颜值就激动了很长时间。从赠品上看呢，还有一个听书卡，扫码之后呢，就这本高颜值的大厚书，所有的内容你不用看，你可以随便点一块的内容，有专业的播音主持人员来给你讲，直接听就可以了，戴上耳机。我们再单从价格上来看，从我的购物车里买呢，要比什么宝啊、什么当啊都要便宜。你要不信，你可以去查一查。再补一句啊，从质量颜值上看，送人也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礼物。所以这本书我也真的是极力推荐的。我介绍一本录书的视频，从来没有写过这么长的文案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吧。